第一课，欣赏美味的食物。听起来很好吃，尽情享受。谢谢你，约翰。我等不及要深入研究了。香气令人垂涎欲滴。看起来棒极了。你尝试过任何新的食谱或菜肴吗？是的，我尝试了一种新的意大利面食谱，我加了新鲜的香草和奶油酱。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我喜欢尝试新口味和探索不同的烹饪创作。在厨房尝试并发现新口味总是令人兴奋的。我喜欢烹饪的过程。烹饪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渠道，它可以让你表达你的烹饪技巧和偏好。绝对可以。我从准备饭菜中找到快乐，看到人们品尝我的菜时脸上的满足感。你有烹饪的天赋，安娜。您的菜肴看起来和味道总是令人难以置信。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你的客气话，它激励我继续探索和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是当之无愧的。你对烹饪的热情体现在你创作的每道菜中。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约翰。我很高兴我的激情转化为愉快的用餐体验。说到用餐体验，你最近有没有尝试过新餐厅？是的，我最近去了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口味大胆，呈现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听起来棒极了。我喜欢尝试不同的美食，体验他们提供的独特口味。探索不同的美食可以拓宽您的味蕾，并带您进入一个口味多样的世界。绝对可以。这就像在不离开城市的情况下开始烹饪冒险一样。我完全同意，约翰。食物可以将人与文化联系起来。确实如此。食物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创造令人难忘的体验，这真是令人着迷。事实上，共享用餐创造了我们终生珍惜的纽带和时光。好吧，安娜，尽情享受。我敢肯定，这将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你的好意。祝你好胃口。不客气，安娜。享受每一口。很高兴和你讨论食物。同样，约翰。食物总能让人愉快的交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谢谢你，安娜。你也是。小心谨慎，品尝你所带来的每一种美味佳肴。第二课，周末度假推荐。太棒了！我可以推荐远景酒店，它符合您的所有标准，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这听起来很有希望。酒店提供哪些便利设施？酒店设有健身中心、休闲水疗中心和提供多种菜单的餐厅。太完美了！即使在度假期间，我也喜欢保持活跃，拥有健身中心是一个加分项。
绝对可以。能选择在出门在外时保持日常锻炼，真是太好了。水疗中心将是周末放松身心和呵护自己的绝佳方式。我同意，一点点自我保健可以大大恢复我们的身心。那位置呢？它靠近任何景点或自然风光吗？是的，酒店靠近一个美丽的公园，那里有步行道和优美的景色。太棒了！探索公园和享受大自然将是消磨时光的好方法。我以为你会感激的，我知道你非常喜欢被大自然包围。当然，生活在大自然中具有镇静作用，可以帮助我恢复精力。此外，酒店距离一个拥有商店和咖啡馆的迷人小镇只有很短的车程。听起来很可爱。探索这座小镇并尝试一些当地美食会很不错。我以为你可能会喜欢。这座小镇气氛充满活力，有很多选择可供探索。我很感激你的推荐，约翰。看来远景酒店有我们想要的一切。我很高兴你喜欢它。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周末度假的完美选择。那我们就去预定吧。我对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感到兴奋。我也是，安娜。我很期待在方景酒店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谢谢你推荐这么好的选择，约翰。我很感激你的体贴。我很高兴，安娜。我一直在努力让我们的经历愉快而难忘。第3课：工作与编辑艺术。通常，有帮助的工作会带来成就感。那编辑呢？编辑在完善各种形式的内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实如此，它有助于确保书面材料的清晰度、连贯性和准确性。绝对可以。编辑可以提高可读性并提高内容的整体质量。有哪些关键技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注意细节对于发现错误和不一致之处至关重要。强大的沟通技巧对于与作家合作也至关重要。我能看出这些技能在编辑过程中会有多么有价值。那么提供建设性反馈的能力呢？提供建设性的反馈确实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作家改善工作并成长为专业人士。我想开放的心态和适应能力对编辑也有好处。绝对可以。编辑需要适应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流派，同时保持预期的信息。某人如何提高他们的编辑技能？广泛阅读可以提高语言能力、语法和风格意识。它还使编辑人员接触到各种写作风格。练习编辑练习并征求经验丰富的编辑的反馈也是有益的，对吧？
是的，参与编辑练习和接收反馈有助于提高编辑技能并提供宝贵的见解。编辑们面临哪些共同的挑战吗？是的，时间管理在截止日期之前可能是一项挑战。在编辑自己的作品时保持客观性也可能很困难。听起来编辑需要将技术技能和对细节的敏锐眼光相结合。事实上，优秀的编辑必须具备技术专长和敏锐的眼光，才能识别需要改进的领域。你如何在保留作家的声音和做出必要的修改之间找到平衡？在确保清晰度和一致性的同时，尊重作者的声音很重要。协作和清晰的沟通有助于实现这种平衡。我能看出协作在编辑过程中是多么关键，这是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共同努力。绝对可以。合作促进了积极的工作关系，并最终产生了完善的最终产品。感谢您分享这些见解，安娜。编辑是一项引人入胜且宝贵的技能。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你发现这次讨论很有见地。编辑确实在内容创作领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很感激你的专业知识，安娜。很高兴与您讨论编辑艺术。同样，约翰，如果您需要任何编辑帮助或有其他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谢谢你，安娜，我会记住的。也祝你度过一个富有成效的一天。小心。第4课，保护个人信息。是的，这与我们的个人信息如何面临风险有关。当然，约翰，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保护我们的个人数据至关重要。我们的个人信息有哪些常见风险？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身份盗窃是我们面临的一些主要风险。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信息很容易被泄露。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使用强而独特的密码并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定期更新我们的设备和软件也有助于防范漏洞，对吧？是的，保持我们的设备和软件处于最新状态，可确保我们拥有最新的安全补丁。在网上共享个人信息时要谨慎行事怎么样？注意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的内容，并避开可疑网站，可以将风险降至最低。注意网络钓鱼的常识也很重要，对吧？绝对可以。对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和消息保持警惕，有助于防止成为诈骗的受害者。我们可以使用任何隐私设置或工具来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吗？是的，许多在线平台都提供隐私设置，允许我们控制谁可以访问我们的信息。加密我们的数据并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可以增加额外的安全层，对吗？没错，约翰。加密和 VPN 有助于在浏览互联网或使用公共 WiFi 时保护我们的数据。为了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还应该记住什么吗？定期监控我们的财务报表和信用报告可以帮助发现任何可疑活动。随时了解最新的安全做法和潜在威胁，并接受相关教育至关重要，不是吗？绝对可以。积极主动并及时了解安全措施对于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至关重要。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安娜。每个人都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数据安全。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你发现这个讨论很有帮助。数据安全是我们数字生活的关键方面。确实，安娜，让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当然，约翰，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在线环境。注意安全，小心。谢谢你，安娜。你也是。注意安全，祝您度过美好的一天。直到下次。第5课，舒缓的雨声。我喜欢下雨的声音，它很舒缓，尤其是在晚上。我同意，约翰。雨滴的柔和拍打让人平静下来。它营造了一种宁静的氛围，不是吗？它非常适合放松身心。绝对可以。有节奏的雨声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宁静并放松心情。我发现一边蜷缩在一本好书的同时听雨特别令人欣慰。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雨为阅读和沉浸在故事中营造了舒适的氛围。我还觉得听着雨声入睡会让人耳目一新，它使我进入深度睡眠。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雨水是天然的助眠剂，提供舒缓的背景噪音。你有没有听过雨声或使用以雨为主题的应用程序来放松身心？是的，我有。雨声或模拟雨水的应用程序可能是放松身心和营造平静环境的好方法。令人着迷的是，雨声如何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大自然有办法培育我们，雨声是它的众多礼物之一。绝对可以，这是一种简单的乐趣，带来和平与宁静的感觉。最棒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大自然的交响乐可供我们免费欣赏。雨水还可以净化周围环境和清新空气。确实如此，雨水净化大自然，反过来又给我们的感官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像雨一样自然的东西能够振奋我们的精神并提供宁静的时刻，这真是太棒了。大自然有办法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欣赏当下，在最简单的事物中寻找美丽。说得好，安娜。
让我们珍惜那些下雨的时刻，让它们舒缓的旋律带给我们欢乐。当然，约翰，愿雨声继续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宁静。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谢谢你，安娜，你也是。尽可能享受平静的雨声。直到下次。第6课，为给您带来的不便道歉。工作正常，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我们会立即修复它。感谢你解决这个问题，约翰。感谢您对此的及时关注。我们努力提供无缝体验，对于由此造成的任何干扰，我深表歉意。可能出现技术困难是可以理解的。感谢您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我们的团队致力于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对于由此造成的任何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你对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承诺值得称赞。我们知道挑战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努力纠正情况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您的耐心和理解。我们赞赏透明度以及为解决该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感谢您随时向我们通报最新情况。客户满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于由此造成的任何挫折，我们深表歉意。您的认可和道歉对维持积极的客户关系大有帮助。我们致力于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对于由此造成的任何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您对解决问题的奉献精神为您的客户注入了信心。我们感谢你的努力。我们再次道歉，并向您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将来出现此类问题。感谢您的道歉并承诺防止将来出现不便。我们重视您对细节的关注。我们理解无缝体验的重要性，对于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深表歉意。你愿意承担责任和道歉对你的公司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感谢您的真诚。感谢您理解并接受我们的道歉。我们重视您的反馈和支持。我们感谢您对解决问题的承诺以及您对提高客户满意度的承诺。谢谢你的道歉。我们再次道歉，并向您保证，我们正在努力纠正这种情况。第7课，增强购物体验。绝对可以，这将使我们的购物体验更好。我同意，约翰。改善购物体验对于客户满意度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增强购物体验？提供具有直观导航功能的用户友好型网站或应用程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绝对可以。易于使用的平台使客户可以方便地浏览和找到所需的内容。根据客户的喜好提供个性化推荐也可以改善他们的购物体验。确实如此，根据他们的兴趣量身定制建议可以使体验更加个性化和愉快。
清晰详细的商品描述以及高质量的图片可以帮助买家做出明智的决定。提供全面的信息使客户对自己的购买充满信心。另一个方面是高效的客户支持，及时解决询问和疑虑可以改善整体体验。卓越的客户服务至关重要，它可以建立信任并促进与客户的长期关系。简化结账流程并提供多种付款选项也可以简化体验。绝对可以。顺畅的结账流程可减少摩擦，为客户提供购买便利。此外，提供快速可靠的运输服务可以进一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快速可靠的交付是促进积极购物体验的关键因素。实施无忧退货政策也可以让客户在购买时高枕无忧。这很重要。灵活的退货政策表明公司重视客户满意度。收集反馈并积极听取客户的建议有助于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客户反馈对于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增强购物体验非常宝贵。最后，随时了解电子商务的最新趋势和技术，可以保持购物体验的新鲜和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格局，可确保客户获得现代便捷的购物选择。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创造更愉快、更令人满意的购物体验。当然，安娜，让我们优先考虑客户需求，不断努力改善他们的购物体验。同意，约翰。体验越好，我们的客户就会越快乐。这是一次成功的购物体验。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卓越的购物体验。直到下次。第8课：市场价值分析。安娜，我做了一些研究，我相信市值在 X 美元左右，你怎么看？这很有趣，约翰。在做出任何财务决策之前，分析市场价值很重要。你考虑了哪些因素？我看了最近的销售数据、历史趋势和当前的经济环境，安娜，这些因素帮助我估算了市场价值。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全面的方法，约翰。您是否还考虑了任何可能影响价值的特定因素？是的，安娜，我考虑了位置、需求、竞争以及物品或财产状况等因素。约翰，这些因素确实会对市场价值产生重大影响，对他们进行彻底评估至关重要。当然，安娜，通过分析这些因素，我对潜在的市场价值有了更好的了解。约翰，你有没有咨询过该领域的专家或专业人士来验证你的研究？是的，安娜，
我向专门研究市场估值的房地产经纪人和金融分析师寻求建议，他们的见解很有价值。约翰，你能联系到专家真是太好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为您的分析提供更高的可信度。我同意，安娜。收集不同的观点和专业知识以做出明智的判断非常重要。现在你已经有了估计的市场价值，下一步该怎么做，约翰？安娜，我的下一步是将估计价值与类似的房源或最近的销售进行比较，以验证我的研究。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约翰。与类似的清单或销售进行比较，可以让您更清楚地了解市场。安娜，一旦我验证了价值，我就可以就买入、卖出或投资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就是必经之路，约翰。通过在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做出决策，您可以降低潜在风险。没错，安娜，基于可靠的市场价值分析做出财务决策对于成功至关重要。我很高兴你花时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约翰。它表明了你对做出明智选择的承诺。谢谢你，安娜。我相信了解市场价值可以使个人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当然，约翰，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个人资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一项宝贵的技能。我完全同意，安娜。市场价值分析是做出合理财务判断的重要工具。我很高兴我们进行了这样的讨论，约翰。它凸显了研究和分析在市场价值方面的重要性。确实，安娜，我将从中吸取这一教训，并将其应用到我未来的财务工作中。我相信你的勤奋研究和分析将带来明智而成功的决策，约翰。谢谢你，安娜。您的支持和鼓励意义重大。以下是根据市场价值分析做出明智的选择。第9课，查看剧院门票价格。安娜，我听说有一部新剧即将上市，听起来很有趣，我们应该去看吗？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约翰。看戏可能是享受夜晚的好方法。让我们来看看剧院的门票价格。我会做的，安娜。提前了解价格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相应地计划预算。当然，约翰。通过事先检查门票价格，我们可以确保它符合我们的预算。我现在在剧院的网站上了，安娜。让我看看他们是否列出了门票价格。慢慢来，约翰。让我们来看看这部戏的门票多少钱。我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了售票专区，安娜。看来他们根据座位位置有不同的价格类别。这很常见，约翰。不同的座位区通常会有不同的价格，具体取决于视野和与舞台的距离。
看来价格从阳台座位的 X 美元到高级管弦乐队座位的 Y 美元不等，安娜。很高兴知道，约翰。在选择座位类别时，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偏好和预算。他们还为学生和老年人提供折扣，安娜。我们应该检查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其中任何一项。这值得探索，约翰。折扣可以帮助我们在享受游戏的同时节省一些钱。我来看看学生和老年人折扣的具体要求，安娜。可能需要有效的身份证件或年龄证明。这是重要的信息，约翰。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满足要求，以利用任何可用的折扣。我找到了细节，安娜。看来我们都有资格享受学生折扣。我们可以在门票上省点钱。这是个好消息，约翰。利用折扣让我们的钱物有所值总是件好事。现在我们知道了门票价格和可用的折扣，我们可以决定座位类别并进行购买。的确，约翰。在选择座位时，我们可以考虑自己的偏好、预算和我们想要的整体体验。我会去订票的，安娜。我们可以选择日期、座位类别并在线完成付款。听起来不错，约翰。让我们为游戏预留座位，期待一个愉快的夜晚。门票已经订好了，安娜。我们都为这部戏做好了准备。我很兴奋。太棒了，约翰。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看戏了。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谢谢你提出这个建议，安娜。这将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去。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们能分享这种经历。这是在剧院度过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为一个充满欢笑、情感和精彩表演的夜晚做好准备。第10课，探索鞋店。好吧，附近有几家受欢迎的鞋店，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约翰。访问不同的商店将为我们提供更多选择。没错，安娜。我们可以比较价格、款式，找到一双符合我们需求的完美鞋子。约翰，你在考虑哪些门店？你听过什么特别的好消息吗？我听过关于脚步声和 Soulmates 的好评，安娜。他们似乎有各种各样的鞋子可供选择。那些商店听起来很有希望，约翰。让我们从脚步声开始，然后前往 Soulmates。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我们也可以向店员询问他们的建议和正在进行的销售。这是个好主意，约翰。门店员工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我同意，安娜。让我们优先考虑舒适度和质量，同时牢记我们的首选风格。当然，约翰。舒适度和质量是购买鞋子时要考虑的基本因素。
我们还应该尝试不同的尺码，以确保鞋子合身。安娜，舒适的鞋子是必须的。当然，约翰，试穿不同的尺码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最合身的尺码，避免以后出现任何不适。穿着鞋子四处走动，看看他们的感受也是个好主意。安娜，我们应该正确测试它们。我同意，约翰。穿着鞋子四处走动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舒适度和支撑力。我们还可以检查商店是否有退货或换货政策。安娜，以防万一我们改变主意。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约翰。了解退货或换货政策将使我们高枕无忧。安娜，让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预算，在我们的价格范围内找到鞋子很重要。当然，约翰，我们应该设定预算，并在探索鞋店时坚持下去。我很高兴能试穿不同的鞋子，找到完美的鞋子。安娜，购买新鞋总是很有趣。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约翰。试穿不同的鞋子，找到最合身的鞋子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体验。安娜，让我们现在出发，开始我们的鞋子购物之旅。我觉得我们会找到一些不错的选择。我准备好了，约翰。让我们去探索鞋店，享受寻找理想鞋子的过程。安娜，我们来找一双兼具风格、舒适度和质量的完美鞋子，让它成为一次成功的购物之旅。第11课：健康习惯和运动。定期锻炼身体和吃得干净，这会有所作为。我听说早上锻炼是有益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早上锻炼可以开启新的一天并提高能量水平。没错，安娜，她为一天余下的时间定下了积极的基调，帮助我保持专注。我很高兴你找到了适合你的历程，约翰。你一直在做什么练习？我一直在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安娜，它能让我保持动力，改善我的整体健康状况。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全面的方法，约翰。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辅相成，可获得最佳效果。当然，安娜，有氧运动有助于提高我的耐力，而力量训练可以锻炼肌肉并增加力量。保持均衡的锻炼计划是件好事，约翰。那么吃得干净呢？现在怎么样了？安娜，吃得干净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我注意到能量水平提高和消化能力得到改善。太棒了，约翰。当我们拥有一健康的食物滋养我们的身体时，我们就会从中受益。当然，安娜，用有营养的食物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有助于整体健康，并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好。自从养成这些健康习惯以来，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或情绪有任何具体的变化？我注意到肌肉张力增强，情绪有所改善。安娜，我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如何影响我们，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的身体有韧性，约翰。
当我们照顾他们时，他们会积极回应。我完全同意，安娜。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自我保健，每天做出健康的选择。看到你的奉献精神令人鼓舞，约翰。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承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谢谢你，安娜。我相信，小而持续的行动会带来重大的长期变化。当然，约翰，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面，一致性是关键。我鼓励你加入我的行列，安娜。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互相激励，保持正轨。我很感激你的邀请，约翰。让我们在改善健康的旅程中互相支持。这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我们将追究彼此的责任，并庆祝我们在此过程中取得的进展。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约翰。这是为了我们的持续成长和福祉。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并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第12课：创建购物清单。那会很有帮助。我会在家里标记我需要的物品。好主意，约翰。拥有购物清单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东西，并节省在商店的时间。当然，安娜。它使我井井有条，防止冲动购买。约翰，你打算将哪些物品添加到购物清单中？我需要补充水果、蔬菜和一些储藏式的主食，比如米饭和意大利面。约翰，添加新鲜农产品和储藏式必需品是明智之举。我也会这样做。安娜，在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营养选择很重要。你还需要什么？我的牛奶、鸡蛋和酸奶快用完了，我会把它们添加到我的清单中。不错的选择，安娜。乳制品提供必需的营养素，用途广泛。我还会在蛋白质选项清单中添加一些鸡肉和鱼。安娜，蛋白质对肌肉修复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打得好。我一定要检查一下我是否还需要任何清洁用品或洗漱用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安娜。这些物品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我同意，约翰。最好将它们列入名单，而不是稍后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在名单上了。安娜，你对某些商品有什么特定的品牌或偏好吗？不是特别是，约翰。我愿意根据可用性和质量尝试不同的品牌。这里也一样，安娜。灵活性使我们能够发现新产品并找到最适合我们的产品。在前往商店之前检查是否有任何持续的销售或折扣也是一个好主意。很棒的观点，安娜。只要有可能，存钱永远是一种奖励。约翰，我会记下来比较价格并寻找任何促销活动。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安娜。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并节省一些钱。
我们准备好购物清单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商店，约翰。我会很感激的，安娜。一起购物总是更愉快、更高效。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让我们列出购物清单并获得所需的一切。同意，安娜。通过组织起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成功而富有成效的购物之旅。我很期待，约翰。让我们确保我们得到所有需要的物品。当然，安娜。有了购物清单，我们将征服商店并检查所有东西。约翰，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购物之旅和储备充足的储藏室。让我们让它成为现实。为此干杯，安娜。我们去征服商店吧。第13课，创意项目。灵感，是的。我想到了一些想法。合作开展一个创意项目怎么样？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约翰。我一直乐于探索新的创造性事业。你有什么想法？我本来想开始一个摄影项目，捕捉我们当地的自然之美。这是个好主意，约翰。自然摄影可以如此迷人且鼓舞人心。我相信这将使我们能够欣赏周围的美景并提高我们的摄影技巧。算我吧，约翰。我一直想提高自己的摄影技巧，更多的探索大自然。太棒了！我们可以计划前往不同的公园、森林和花园郊游，以捕捉不同的景观。我们还可以尝试不同的技术，例如微距摄影或长曝光拍摄。没错，安娜。尝试各种技巧将有助于我们成长为摄影师并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此外，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联合在线画廊来展示我们的最佳照片并与他人分享。我们还可以写简短的字幕或故事来配合我们的照片，为照片增添另一层创造力。我喜欢这个主意，安娜。视觉效果和讲故事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的项目更具影响力。说到讲故事，我们可以探索的另一个创意项目是写短篇小说或诗歌。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一点，安娜。写作使我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想象力。我们可以轮流为对方写提示，看看我们的创造力将我们带向何方。这听起来像是一项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安娜。这将促使我们跳出框框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将我们最好的作品汇编成一个小选集，或者在博客或社交媒体上分享。这是个好主意。这将是激励他人并获得有关我们写作反馈的一种方式。当然，约翰，反馈对于任何创造性追求的成长和改进都很有价值。除了摄影和写作，你还有其他创意项目吗，安娜？
我一直对学习弹奏乐器感兴趣，比如吉他或钢琴。太棒了，安娜！学习乐器是表达自我的绝佳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在线教程，甚至一起上课，开始这段音乐之旅。我准备好了，安娜。共同学习将使整个过程更加愉快和有动力。那就解决了，约翰。我们将深入研究这些创意项目，共同探索我们的激情。我等不及要看看我们创造了什么，安娜。让我们互相启发，将我们的想法变为现实。这是为了拥抱我们的创造力，开始激动人心的艺术冒险，约翰。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释放我们的创造力，创造出真正非凡的东西。第14课语言学习历险记。看，我找到了一本西班牙语教科书。你呢，安娜？你有没有在探索任何新语言？太棒了，约翰！语言学习永远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我最近对法语很好奇。法语是一门美丽的语言，安娜。它以其优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我听说学习一门新语言可以打开通往新机会的大门，开阔我们的视野。当然，安娜，它使我们能够与不同的文化建立联系，并与更广泛的人交流。约翰，你打算如何使用西班牙语教科书？你在考虑自学还是上课？我想我将从自学开始，安娜。我将使用教科书来学习基础知识并自己练习。这是个好方法，约翰。自学使您可以灵活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你考虑过如何开始你的法语之旅吗，安娜？有什么具体的资源吗？我计划从在线资源和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开始，约翰。有许多交互式工具可用。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安娜。在线资源为学习语言提供了一种方便易用的方式。我们还可以寻找语言交流合作伙伴或加入语言学习社区来练习口语。这是个好主意，安娜。与母语人士或其他学习者一起练习对于提高流利程度非常重要。有趣的是，学习一门新语言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约翰。当然，安娜。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可以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整体大脑功能。除了西班牙语和法语，你还有兴趣探索其他语言吗，约翰？我一直对普通话着迷，安娜。它的色调性质和丰富的历史吸引了我。约翰，普通话是一种具有挑战性但值得学习的语言，它为商业和文化交流开辟了机会。我同意，安娜。学习普通话这样的语言可以建立联系并弥合文化鸿沟。学习不同的语言能开辟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全新世界，真是太神奇了，不是吗，约翰？
确实如此，安娜。语言学习是一段旅程，它使我们能够深入研究新的文化和视角。最棒的是，我们可以在语言学习工作中互相支持和激励。当然，安娜，拥有一个语言学习伙伴会让旅程更加愉快，并让我们承担责任。让我们做个协议吧，约翰。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语言学习之旅，并在此过程中互相鼓励。我全力以赴，安娜。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语言之旅，拥抱不同语言的美丽。约翰，这是为了扩大我们的语言库并拥抱语言世界。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潜入我们的语言学习冒险之旅，解锁新的机会。第15课：管理数字通信。不断的通知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认为是时候设置检查电子邮件或消息的特定时间了。你怎么想，安娜？我完全明白，约翰。在不断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保持专注可能很困难。设定专用时间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本来想在白天指定2、3个特定的时段来检查和回复电子邮件和消息，这样我可以不间断地对其他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这是个聪明的方法，约翰。通过分配特定的时段，您可以保持更高的生产力，全神贯注地完成重要任务。没错，安娜。重要的是要设定界限并控制我们的数字通信，而不是让它控制我们。我同意，约翰。不断查看电子邮件和消息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和压力增加。此外，设定特定时间还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我们可以充分融入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不会受到持续的数字干扰。当然，约翰。我们需要时间放松身心，脱离工作或其他承诺。我遇见的一个挑战是害怕错过回复或延迟回应。你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安娜？我认为向同事、客户和朋友传达我们的空闲时间和响应时间至关重要。通过设定明确的期望，我们可以管理他们的期望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任何误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就我们的可用性进行透明的沟通，有助于他人了解我们的界限，并鼓励他们尊重我们指定的沟通时间。我们还可以在专门的专注时间内使用自动回复或办公室外消息，它让人们知道他们何时可以得到回应，并向他们保证他们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这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安娜。当我们专注于任务时，自动回复可以提供临时缓冲。另一种策略是在我们专门的沟通时间内优先处理紧急和重要的消息。通过对我们的数字通信进行分类和筛选，我们可以确保及时处理关键问题。当然，安娜，优先级排序使我们能够高效地完成重要任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必须遵守纪律并遵守我们指定的沟通时间，即使出现了在这些时间之外查看信息的诱惑。
我完全同意，安娜。需要自律才能抵制不断查看通知的冲动，但好处是值得的。通过设置查看电子邮件或消息的特定时间，我们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减轻压力。这就是目标，安娜。我们希望使用技术作为改善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让它吞噬我们。当然，约翰，让我们致力于实施这种做法，重新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力。我在船上，安娜。让我们养成健康的数字通信习惯，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是为了控制我们的数字世界，在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找到和谐，约翰。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设定查看电子邮件或消息的具体时间，并采用更加谨慎的方法进行数字通信。第16课：洗衣设施和收费。我注意到使用洗衣设施的费用为每件$5。你怎么想，安娜？这合理吗？每装$5似乎有点贵，约翰。我见过其他收费较低的地方。我同意，安娜。如果费用更实惠，那就更方便了，特别是对于学生或预算紧张的学生而言。你有没有考虑过与管理层或房东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有足够的居民表示担忧，他们可能会愿意调整费用。这是个好主意，安娜。值得发起对话，看看他们是否愿意重新考虑定价。另一种选择可能是探索附近的自助洗衣店或其他洗衣设施，他们可能会有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没错，安娜。值得研究其他选择，以找到更具成本效益的洗衣解决方案。此外，我们还可以探索与邻居或室友分担费用的可能性。通过分摊费用，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安娜。分担成本可以使其更易于管理，并减轻个人的负担。节省洗衣费的另一种方法是优化机器的使用。我们可以等到满负荷后再使用这些设施。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安娜。最大化负载大小可确保我们从每个洗涤周期中获得最大价值。我们也可以考虑尽可能使用冷水来洗衣服，它节省了能源，降低了总体成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安娜。冷水洗涤不仅具有成本效益，而且环保。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值得投资购买便携式洗衣机或寻找带有单元内洗衣设施的住宿。从长远来看，它可以为我们省钱。这是正确的观点，安娜。拥有我们自己的洗衣机或使用单元内设施可以提供便利，并且无需外部洗衣服务。归根结底，在决定最佳洗衣方法时，必须权衡成本和便利因素。你说的对，安娜。这是在确保衣服干净的同时，找到适合我们预算和生活方式的平衡。
请记住，正确的洗衣习惯，例如使用适量的洗涤剂和遵循保养说明，也有助于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减少频繁洗涤的需求。当然，安娜，妥善保养我们的衣服不仅可以省钱，而且还有助于保持衣服的质量。约翰，让我们探索可用的选项，为我们的洗衣需求找到最具成本效益和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我同意了，安娜。让我们采取积极措施来管理我们的洗衣费用，并做出明智的决定。约翰，这是为了找到经济实惠而有效的方法来保持我们的衣服干净和清新。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用明智的策略来应对洗衣挑战，并在此过程中节省一些钱。第17课，在厨房里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我一定要在你做咖喱的时候煮饭。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更快地准备晚餐。你怎么想，安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效的计划，约翰。这是划分任务和节省厨房时间的好方法。没错，安娜。通过同时工作，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更快地在餐桌上吃一顿美餐。我将开始在你处理米饭的同时准备咖喱的食材。我们可以协调和同步我们的烹饪过程。这是个好主意，安娜。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和协助，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煮米饭的时候，我可以把蔬菜切碎，然后收集咖喱的香料，这将使流程更加简化。完美，安娜。当大米煮沸时，我将专注于获得正确的质地和稠度，对其进行密切监控至关重要。同时，我可以炒洋葱和大蒜做咖喱底料。当我们处理其他任务时，香气会弥漫在厨房里。听起来很好吃，安娜。米饭煮熟后，我会用叉子把它弄成毛茸茸，然后让它休息。同时，我们完成咖喱的最后步骤。当咖喱煮沸时，我们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来摆好桌子，准备任何其他配菜或调味品。很好的建议，安娜。利用烹饪过程中的停机时间来完成其他小任务，并确保顺畅的用餐体验是有效的。我会留意咖喱，偶尔搅拌以防止它粘在锅里。同时，你可以检查大米以确保煮得完美。当然，安娜。保持适当的热量水平并搅拌咖喱以形成其口味至关重要。我还要品尝一下煮熟的米饭。咖喱准备好后，我们可以关掉火源，让它静置几分钟，让味道融合在一起。在咖喱休息的时候，我会把米饭放在盘子里，然后用新鲜的香草或撒上烤过的芝麻作为装饰，以增加视觉吸引力。触感真可爱，约翰。演示在增强整体用餐体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可以将咖喱放在蓬松的米饭上，享受我们共同准备的美味自制饭菜。当然，约翰，看到我们多任务处理的成果，并因此享受一顿美味的饭菜，真是令人满意。
让我们把我们的计划付诸行动吧，安娜。我们可以共同创造烹饪杰作，同时有效地管理我们在厨房的时间。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工作，约翰。这是合作和展示我们的烹饪技巧的绝佳机会。安娜，这是在厨房里处理多项任务，一起创造难忘的饭菜。第18课，难忘而充实的假期。计划独特的活动和体验无疑会让假期更加难忘和充实。你不同意吗，安娜？当然，约翰。这些特殊的时刻和非凡的冒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这个假期真正令人难忘。我相信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尝试新事物会增加兴奋感，丰富我们的旅行体验。我完全同意，约翰。探索陌生的地方，了解当地习俗，让自己沉浸在文化中，可以创造终身难忘的回忆。还值得考虑人迹罕至的目的地或鲜为人知的景点，他们经常提供隐藏的宝石和独特的遭遇。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走出典型的旅游路线，使我们能够发现真实的体验，并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让我们的假期更加充实的一种方法是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志愿服务或支持当地倡议。当然，约翰。为我们访问的社区做出贡献，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成就感，还可以对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尝试当地美食和在传统餐厅用餐。食物在理解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完全同意，约翰。品尝当地菜肴并探索当地美食场景，使我们接触到新的口味和烹饪传统。此外，参加远足、浮潜或探索自然保护区等户外活动可以带来冒险感和与环境的联系。没错，约翰。被大自然包围，沉迷于户外活动可以恢复活力，创造难忘的体验。我还发现，花时间与当地人互动，无论是通过对话还是参与文化活动，都能增强度假体验。当然，约翰。与当地人互动使我们能够获得见解，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意想不到的事情很重要。有时候，最难忘的时刻来自于自发性和计划外的冒险。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意想不到的事情很重要。有时候，最难忘的时刻来自于自发性和计划外的冒险。最后，通过照片或日记记录我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保留回忆，让假期更加充实。我同意，约翰。通过照片捕捉瞬间并写下我们的想法，使我们能够反思旅程，并在以后重温回忆。安娜，让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充满非凡时刻、真诚联系和有意义体验的假期。我同意这一点，约翰。这是为了计划和开始一个假期，这将给我们留下未来几年的珍贵回忆。
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让每一刻都很重要，创造一个超出我们期望并充满欢乐的假期。